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那连续数个交易日，我们看到比特币持续发生反弹，但目前所在的点位是在前高73000美金附近啊，今天到达了7万美金。那么这个位置呢，是让大家所有人都非常担心的一个位置。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连续两根阳线顶到了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前高附近的一个压力位。同时呢，行情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多头趋势依旧存在。那这个多头趋势呢，是在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优走出悟空阳线之后，连续2周调整，这个悟空阳线重新复活之后的一个结果。那再往上走呢，就是我们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经历了一轮调整之后，我们看到这轮调整发动的时间级别是在4小时级别上的。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2轮的4小时级别下跌细优，但不构成日线级别下跌。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阴线、组、八戒阴线组和最终插了十字星的一个沙僧阴线。再往下走呢是唐僧阴线，但由于反弹作用，我们看到这里反弹发生之后，将沙僧阴线消灭掉了，将八戒阴线消灭掉了，所以呢，下跌趋势被得到了终止。终止之后呢，目前在高位上4小时级别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那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它有缺口，上涨形成的缺口通过下跌回补，然后再次反弹。反弹之后呢，我认为大概率会产生再次下跌回补的一个过程。反复回补之后，构成横盘震荡的收敛三角形。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收敛三角形的焦点在4月8日。4月8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可能会发生变盘，继续上攻啊，所以呢，目前关键性的均线我们看是在169均线啊，注意看啊，这里是4小时级别169均线，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构成目前震荡行情的一个主要的2个支撑位，这2个支撑位分别在66000美金和6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到达这里的话，那么将意味着反弹将会继续啊，有可能在这里面接着发生反弹，发生震荡，最终呢，在4月8日之前做出最终的方向选择。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以太坊相对比特币目前是弱势的，因为我们看到比特币站上了144日均线，而以太坊目前的价格在144日均线和200日均线中间做震荡，所以呢，这里面我们要着重看的是以太坊和比特币这个交易对的价格走势。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啊，目前处在一个相对的低位，那这个相对的低位，我们看到啊，连续几次发生反弹，因此呢，在这下跌趋势过程当中，到达目前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它是有机会发生反弹的。如果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发生反弹，那么以太坊将会站上我们刚才提到的4小时级别的144日均线，重新接近前高4000美金。同时，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的这轮行情走得非常标准。首先，这个位置走出2轮的周线级别上涨细优，第2轮周线级别上涨细优走完唐僧阳线之后，开始发生下跌。调到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不同的是，在这个位置上发动了日线级别的下跌细优，走了一轮完整的日线级别下跌细优，有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构成，最终插了十字星，到达我们之前画的一个筹码密区3050美金附近之后，开始发生反弹。目前它的反弹时间级别仅仅构成4小时级别2轮4小时级别反弹，到达4小时级别压力位144均线。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就是日线级别上对于以太坊来说，目前走出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正在酝酿，因此呢，以太坊相对于比特币有2重多头的预期。那第一重的多头预期，刚才我们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到达一个相对的低点，这个低点呢，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反复多次触及之后发生反弹。那第2点呢，以太坊在反弹的时间级别上可能会出现升级，由4小时级别的反弹过渡到日线级别的反弹啊。如果能够发生日线级别的反弹，那么以太坊将奔赴前高附近。昨天我在公共频道这个视频里面讲了一个重点币种，就是 ETHFI。那么 ETHFI 也是当前我们可以看到的 AI 棍上的最热点的币种。基于它的热点，基于它刚刚上线 Binance 平台之后的一个 IU 币种啊，这是一个当前非常热点的板块啊，它是一个识别挖矿嘛啊，所以呢，我们判断它会不断冲出新高。那么在前面的行情分析当中，我们就给出了它形成了2个收敛三角形。第一个收敛三角形，我们昨天复盘了，在5分钟级别和15分钟级别上啊，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第一个收敛三角形在这里啊，形成收敛三角形之后，在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上攻动作。上攻完成之后，到达一定高度4.4美金附近，开始进行第2个收敛三角形。那在第2个收敛三角形当中，我们可以通过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
画出它的结构，同时也可以在15分钟级别上看到5日均线和10日均线是对长线均线、144均线、169均线和200日均线进行缠绕的。在这样的缠绕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不断接近近焦点，所以呢，我们昨天预判，如果能够在5日均线、10日均线突破144日均线、169日均线、200日均线之后，也就是说，这个收敛三角形在近焦点的这个区上发动突破，就有机会创立新高。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它不断向上突破，并且呢接近$7附近目前是一个$7附近的状态。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简况耐心等待一下，因为简况我们打开这个页面，它需要缓存，我们耐心一点等待它的缓存我们打开飞小号看它的一个流通量目前它的流通量是1.15亿，价格是在$6.8，那这个价格还不算太高我们可以看它的排名是排在106位作为一个热点币种，作为当前的一个价格，我认为它必然会冲破10阶。我们通过这个 K 线吸油战法对它进行一定的分析首先呢是在日线级别这个角度，昨天我们就说了，对于热点币种非常容易走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特别是在 ETHFI 上线 Binance 之后，目前所处的情况是在前面3月20日这一天走了悟空阳线，然后走8戒阳线组、沙僧阳线，那在今天呢走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唐僧阳线。那么唐僧阳线的一个涨幅接近50%，这意味着什么呢？在未来1到2天，它有可能做出调整，因为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呢是我们上涨趋势的一个阶段。一旦完成这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容易做出符合我们 K 线吸油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小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所以呢，在$7附近目前是不适宜追高的，耐心等待它有可能完成的小线级别下跌吸油，或者是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的才能在这2个时间维度上建立仓位。那么可以对比的是，我们看到 BADGER，那这个币种呢是目前来看是一个非常热点的币种，它的走势非常具有规律。我们看它的现货，因为看永续看不到它之前的一些这个 K 线BADGER。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对于 BADGER， 我们看到走出悟空阳线组，这个悟空阳线组走的非常复杂，8戒阳线组、沙僧阳线，那上方是有唐僧阳线预期的，然后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级别，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上走出了一个标性的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完之后走8戒阳线组，目前走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那么通过合并 K 线，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日线级别上已经走完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并且呢，我们看到它非常愿意做调整动作，每一次大涨呢都做一轮调整。那么当前位置出现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在4小时级别上连续做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调整，那么有可能发生的是时间级别对等、方向相反的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调整。那在前面行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上涨和下跌它是对等的，但是方向是相反的。因此呢，对于 BADGER， 我们要找到能够进入它的一个点位，那就要把时间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那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下方的144均线、169均线和200日均线非常具有参考价值。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每次打针打过来都打到这个位置，所以呢，200日均线到144日均线这样的一个区间是可以接它的一个位置。因此呢，对于 BADGER 这个热点币种，它的一个调整，我们要耐心等待它做完有可能发生的日线级别调整。同时呢，接触的位置、进场的位置也是在$6到目前来看是$5.5，这里是一个动态的，行情是动态的 ，K 线是动态的，均线也是动态，所以呢，要把均线进行一定的延伸大概是在$6.3到$5.8这样的一个区间就可以进入进场第一个仓位或者第二个仓位第一个仓位认为是在144日均线附近，那第二个仓位是在200日均线附近这样进场的话，容易在趋势上把握这种热点币种。与此同时 ，ETHFI 它也做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因此呢，做完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要耐心等待它做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调整。如果调整能够在小时线级别或者15分钟级别找到它对应的均线系统作为支撑的话，那么是一个比较好的进场的点位。那说了这么多呢，总结一下就是把握趋势，分仓进场合理的控制止盈止损这样呢，在牛市当中才不容易做追高的一个比较韭菜的动作。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对我 K 线吸油战法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购买我的这本书，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频道。感谢大家，再见。